在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上，为什么海外作者的书往往比本地作者更加多？大家好，欢迎回到 Do Love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你试过到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用餐，因为太多客人了而必须在门口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伍吗？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排了很久的队伍，终于能够进去点餐时，你倾向于点比较多的餐点呢？就像当初海底捞刚刚来到马来西亚经营时，很多食客就必须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够进去。当他们进去后，他们也就倾向于点比较多的食材，开销也就比较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一个现象完全可以用一个经济学概念来解释，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出3个思考题。看到题目之后，你可以选择按下暂停键，思考半分钟至1分钟后才继续看下去哦。这3道思考题分别是：第一，为什么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们往往会花更多的钱或者是时间来体验一些我们平时不会去做的事情，包括吃一顿豪华的大餐？第二，为什么本地零食往往不比外国零食来得好吃美味？是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第三，在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上，为什么海外作者的书往往比本地作者更加多？要回答以上3道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来了解在经济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叫做阿尔钦艾伦定理，也有人直接把它叫做 AA 定理。AA 定理在经济学当中非常著名，可是一般在学校所教的经济学课当中是不会教你这个理论的。AA 定理说的是，当相同的附加成本被加在2个相似的商品上时，其结果就是人们会增加对优质商品的相对消费量。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今天想要上淘宝买一个手机壳 ，A 手机壳的质量比较低，要价10元，而 B 手机壳的质量比较高，要价20元。无论你选择购买哪个手机壳，你都要付上从中国运来马来西亚的10元运费。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会选择购买 B 手机壳。当相同的附加成本，也就是邮费，被加在2个相似的手机壳上时， B 手机壳的价格就不再是 A 手机壳的200%，而只是150%。购买 B 手机壳看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划算的选择。AA 定理是由2名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和艾伦在一本大学教科书《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y） 中提出的。他们是怎么样想出这个理论的？有一次，一个愤怒的消费者写信到报馆去投诉华盛顿当地的苹果又小又难看，而又大又漂亮的苹果早已经被运到外地去了。这2位经济学家给予的解释是，如果在华盛顿购买一个优质苹果要价10美分，购买一个次等苹果要价5美分，那么1个优质苹果就等于2个次等苹果，2个优质苹果就等于4个次等苹果。假设你把苹果运到外地的成本是5美分，在外地1个优质苹果就会是15美分，1个次等苹果就会是10美分。那么在外地1个优质苹果就等于 1.5 个次等苹果，而2个优质苹果就等于3个次等苹果。尽管这2种苹果的价格同样都上涨了，可是相对而言，优质苹果就会变得更加便宜。因此，在外地那边的人对优质苹果的消费比例较高，优质苹果就这样一直被源源不绝地送到外地去了。他们通过这个问答想出了这个理论，因此这个理论也被称之为把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州定理。这里很多数字没有错，但是只要你仔细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经过这样的过程，大多数的优质产品都会变得相对便宜，因此更多的优质产品被出口到海外，而次等产品则被留在了本地。那我现在就来回答当影片开始时我给大家提出的3道思考题吧。关于这3道题目，你可以给出很多解释，包括心理账户、重阳心态等等。但是今天我只想要用 AA 定理来解释这3个现象。今天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们已经事先付了一笔固定的成本，包括几个小时的航行时间、几千令吉的来回机票，以及跟老板申请的无薪假期等等。因此，到了目的地之后，如果我们这个不舍得吃，那个不舍得花，那么就会显得太不值得了。就像吃自助餐一样，钱都已经给了，尽情享受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都舍得出钱大吃大喝，可是却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连叫个外卖都不舍得。同理，每个国家都有优质和劣质的零食合作者，但是由于运费等附加的固定成本，因此只有好吃的零食以及优秀的作品才能够出口到海外来。不好看的外国书已经没有办法来到本地，更不用说登上本地书店的排行榜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国的零食往往比本地的零食更好吃，以及外国的电影和外国书往往比本地书来得更好看的原因。当你明白了 AA 定理后，你会突然茅塞顿开，明白生活中很多的大小现象。我都排队了那么久，不吃多一点怎么值得哦？我都已经签够了 Unlimited Call， 不打多点电话怎么划算哦？我千里迢迢从吉隆坡来到马六甲吃东西，一天不吃下5-6顿，哪里对得起自己哦？又或者再深入谈一下，在经济压力日益增加的今天，如果父母要养一个孩子，那他肯定会选择养育一个高质量的孩子，而不是低质量的孩子。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父母往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原因。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政府对每盒香烟都征收一样的税收，比如说每盒增加3令吉，那么导致的结果就会是更多的人选择高质量的香烟，而不是低质量的香烟。总结阿尔钦艾伦定理说的是，当相同的附加成本被加在2个相似的商品上时，其结果就会是人们会增加对优质商品的相对消费量。其中的例子包括进口电影更好看、外国的零食更好吃，以及我排队的时间越久，我想点的食物越多等等。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让你学习到新知识，那就不要吝啬给我们一个赞，以及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 AA 定理的例子吧。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